女孩为刚进店里的陌生顾客端上食物，可当她想倒上咖啡时 No, thank you, Emma. I'll stick with tea. 女孩很困惑，为何男人会知道自己的名字？男人笑着指了指女孩胸前的工牌，察觉到女孩的反应后，男人又主动起身做了自我介绍，女孩也礼貌地和他握了手。仅仅因为这2个小细节，女孩便对眼前的男人有了好感。然而，女孩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眼中这位风趣的绅士，真实身份竟是一个国家的王子。简单寒暄过后，艾玛便准备去忙别的事情，可麦克却又叫住了她。I need a place to stay for the night. 为了避免误会，麦克赶忙做了解释。I'm in a hotel, of course, not Right, there's a bed and breakfast. 艾玛给他推荐了一家不错的旅馆，本以为2人这次之后不会再见，殊不知他们的缘分这才刚刚开始。回家后，艾玛发现了妹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但她高兴的神情很快就被忧虑所取代，因为现在的她根本无力支付这笔高昂的学费。隔天，她来到墓地，将这一消息分享给了已故的父母，并和他们说出了自己准备卖掉餐厅的决定。谁知这一幕恰好被准备离开小镇的麦克撞见，得知艾玛目前的窘境，麦克心生怜悯，决定帮一帮这个可怜的女孩。于是，当艾玛准备离开时，麦克喊住了她，但他并不打算直接救济艾玛，而是选择另外一种更为巧妙的方式。I still have a couple of blocks left in me. Perhaps you might accompany me for a while. 想到今天正好无事，艾玛便答应了他的请求。之后，艾玛向麦克介绍了小镇的历史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一路上，2人有说有笑。可当谈及家人和父母时，艾玛的神情却变得暗淡下来。麦克见状，赶忙转移话题，说自己从小到大还没堆过雪人。艾玛听后有些震惊，于是便决定带他好好体验一番。他让麦克闭上眼睛，然后伸开双手，接着将头往上仰。What now? 这样一个雪人便有了。对于艾玛冒犯的行为，麦克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还感到十分开心，因为这是他从小到大头一次体会到放肆撒欢的感觉。之后，艾玛又带他去体验了刺激的双人滑雪，2人在雪地里嬉戏打闹，玩得不亦乐乎。等到他们玩累了，回到小镇，麦克才意识到自己错过了离开的火车。但像这样没有计划的到处游玩，正是他此行的目的。原来麦克之所以会来到这里，是因为受不了父母给他安排的婚姻。尽管他多次提出了反对，但父母仍坚持自己的决定。就在麦克为此感到困扰时，他无意间看到了报纸上的新闻，于是他便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决定逃出生活了20多年的皇宫。经过几天的奔波之后，他来到了艾玛所在的小镇，但车子却因长途跋涉出现了损坏，无奈他只好在小镇暂住一晚。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和艾玛在一起让麦克感到十分放松，而他也在不知不觉间对这个乐观坚强的女孩产生了好感。晚上回去之后，麦克望着艾玛和自己的照片发呆，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旅馆老板撞见，得知麦克对艾玛很感兴趣，老板便和麦克说出了艾玛的故事。原来艾玛本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可在4年前，她的父母却在一场车祸中不幸离世。为了抚养妹妹长大，艾玛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大学梦想，经营起了父亲留下的餐厅，但餐厅的生意一直不温不火，收入只够维持日常开销，而妹妹3万美元高昂的学费，艾玛实在无力负担，无奈她只好选择将餐厅出售。得知情况的麦克内心深受触动，更加坚定了要帮助艾玛的决心，但他明白直接给钱，艾玛肯定不会接受。于是隔天他再次来到了餐厅，和艾玛说出了自己的想法。Perhaps selling the diner isn't the only option. 麦克觉得或许可以通过宣传和创新菜品来招揽更多客人。艾玛对此有些怀疑，可麦克却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接着便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揽了下来。身为王子的他尝过的美食不计其数，对于菜品创新这件事他很有信心。很快他就在当地找了一个黑人厨师，并开始了他的计划。见麦克为自己的事尽心尽力，艾玛的内心十分感激。为了表达感谢，他主动邀请麦克一起打台球，可麦克的球技却让他有些看不下去，于是他主动教麦克一些台球的基本技巧。恰好此时艾玛的追求者杰瑞也来到了这里，看到2人举止亲密，他瞬间醋意大发。杰瑞霸道地将艾玛拉到一边，并要求他不能和别的男生在一起。麦克见状出声制止，没想到却彻底激怒了杰瑞，2人随即在酒吧里大打出手。尽管杰瑞的块头比麦克大不少，但从小学习皇家击剑的他很快便用球杆将闹事的杰瑞制服。回家路上，麦克询问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经过这2天的相处，艾玛已经渐渐对麦克产生了信任，于是他敞开心扉和麦克说出了一切。原来除了妹妹上学的费用之外，艾玛的父母在去世后还留下了一笔债务，而杰瑞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便以此为威胁让艾玛嫁给他。杰瑞承诺只要艾玛答应，他就帮艾玛偿还所有债务，并且让她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艾玛深知自己并不喜欢杰瑞，因此便果断拒绝了他。可如今妹妹开学在即，他不得不重新考虑杰瑞的提议。麦克觉得艾玛还很年轻，并且很有能力，不应该一辈子被困在小镇里。为了让艾玛重新振作起来，麦克告诉他自己会解决一切。Do you trust me? Uh-oh. You want to get even, don't you? Look, just let me pick you up at 5 o'clock tomorrow. Bye, Emma.
麦克决定要和艾玛坦白自己的身份。如果之前帮助他是出于怜悯，那么现在想帮他则是因为爱。然而麦克不知道的是，他在小镇里的一举一动全都被管家看在眼里，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国王也通过电话知晓了一切。麦克和艾玛的感情也即将迎来严峻的考验。他明明是帅气英俊的欧洲王子，却偏偏爱上了一个负债累累的小镇女孩。然而女孩却并不知道他的身份，准备为了还债向追求者妥协。为了让女孩重新振作起来，男人决定坦白自己的身份，但在这之前，他想先以普通人的身份和女孩完成一场约会。两人乘坐马车来到一家餐厅，这里的厨师是之前的黑人小伙，拉提琴的姑娘是女孩的妹妹。他们在得知男人的计划之后，都纷纷前来配合。 And tonight the whole restaurant is yours. You can't mean that. I thought seeing as you'd never traveled the world, I might try and bring the world to you. 此时的艾玛并不知道这句话的含金量，只当作是麦克向她表白的情话，内心顿时充满了甜蜜。与此同时的另一边，艾玛的追求者来到麦克所住的旅馆，准备探一探麦克的底细。就在他四处张望之时，无意间发现了桌上的报纸，看到了麦克王子将在圣诞节成婚的消息，于是他将报纸带走，准备将这一消息告诉艾玛。深夜，麦克将艾玛送回了家，两人互道晚安之后，气氛开始变得暧昧。可就在他们准备吻到一起时，艾玛的妹妹却打开了房门，并且神情严肃地将艾玛带进了屋。两人来到房间，杰瑞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他将怀中的报纸递给了艾玛。 He's getting married in a few days. No. 艾玛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杰瑞趁此机会想要挑拨离间。 Get out of my house. 艾玛不相信麦克是那种花花公子，但铁一般的事实又摆在眼前。于是隔天一早，他便找到了麦克。他拿出包里的报纸质问 I trusted you. Please allow me to explain. 麦克，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强调了自己被包办婚姻的无奈。 You have to believe me that I left home because I couldn't bear the thought of being forced into a marriage with a woman that I didn't love. I came here to escape all of that. Escape? I never expected to fall in love here. You know, if I told you who I was, would you have treated me the same? 尽管麦克的解释很有说服力，但此时的艾玛却听不进去，因为她觉得自己和麦克的身份差距太过悬殊，终究无法走到一起。 I think you should leave. If that's what you really want. 看着艾玛决绝的背影，麦克只好失落的离去。回到旅馆之后，麦克收拾起了行李，脑海里不断回想起和艾玛相处时的片段，那些曾经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至今仍然十分清晰。就在麦克沉浸在伤感之中时，一直躲在暗中的管家走了过来。他告诉麦克，事情或许还有转机。 Well, your father's been keeping up. And for the record, he's been very supportive. He understands you better than you think, Duncan. Come on, baby. I think it's time to go home. 就这样，麦克坐上了管家的车子。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艾玛正在远处默默地看着他。回家后的麦克一直郁郁寡欢，脑海里不断想着与艾玛的事情。饭后，他独自来到厨房，让下人去餐厅吃饭。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王后，他指责麦克没有一点王子的样子。谁知麦克却和他说 I was happy in Aurora, and people like me not because of a crown or because they were supposed to, but because of who I am inside. I don't love Isabel, and I never have. And your mega wedding isn't going to change that. 这时国王走了进来，替麦克说了很多好话。见王后神情缓和了下来，麦克也趁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麦克说，艾玛或许不是公爵夫人，也没有上过牛津大学，但她却是自己见过最聪明、最努力的人。虽然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听完这番话，王后瞬间释然，她意识到自己的儿子长大了，于是她答应麦克会去推掉婚事。国王也鼓励他去追求自己的真爱。另一边，正在餐厅忙碌的艾玛忽然被妹妹叫住，妹妹问了她一个问题 Did you love him back? Yeah. How do you know it was really love and not just the fancy restaurant and the cool accent? It was like every time we're together, I never wanted it to end. 听到这里，妹妹很困惑。既然喜欢，那又为何要将对方推开？艾玛坦言，其实自己也幻想过成为灰姑娘，但当机会真正来临时，却又忍不住对此产生怀疑，认为自己配不上这一切。妹妹觉得，喜欢就不要思考太多，机会来了，勇敢去抓住就好了。 Timing is everything, babe. 说完，妹妹就将艾玛带到火车站，准备来取之前购买的圣诞饰品。起初，艾玛并未在意，可就在她清点货品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火车上走下。艾玛对此十分震惊，可妹妹却显然早已知晓这一切。深情对视过后，麦克缓缓走到艾玛面前，接着再次向她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I love you, Emma. Will you marry me? Yes. 就这样，两个相爱的人成功的走到了一起。艾玛与麦克的故事告诉我们，幸福从来都不是一厢情愿的想象，而是在彼此真诚相待时，命运给予我们最好的馈赠。当我们勇敢地跨越自我怀疑的藩篱，敞开心扉拥抱真爱时，便会发现最动人的故事，往往发生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而最珍贵的相遇，总是来自于最真实的自己。